就是中国呢要养育一个孩子啊，从0到17岁，平均的成本呢是48.5万元，养育费最高的是上海高达呢103万元。那么上海呢也是这个国内生育率最低的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那么中国的这种人口走向将会对房市呢有什么影响呢？赢家选择，锁住财富。您好，我是冯英所。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解析一下中国的人口走向。我们看东亚的这个3国，老邻居呢日本和韩国，它分别于呢2007年和2020年走向了我们讲死亡交叉也就是呢出生人口等于死亡人口。而中国呢，也已经基本达到了这个人口的顶峰，以后也会呢，因为曾经的计划生育的政策、社会的高压、通货膨胀和疫情后经济的疲软而持续的影响，并且呢是人口呢会逐渐的减少。再加上中国和美国、加拿大等这移民国家不同，中国呢很难有外来的移民的人口的增加，所以人口减少呢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呢政策的干预可能呢是稍微有些影响，但是呢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从今年1月起呢，云南黑龙江、像湖南、辽宁等地呢都发放了一些这个一定的叫做生育的补贴。根据中国的就是生育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就是中国呢要养育一个孩子从0到17岁，平均的成本呢是48.5万元，那么城镇呢是63万元，农村呢是30万元。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养育费最高的是上海高达呢103万元。那么上海呢也是这国内生育率最低的这样的一个大城市。那么养育成本排名第2呢是北京所以呢就是说你一个很少量的一个补贴那么对养育孩子来讲呢是这个杯水车薪罢了。即便是现在逐渐开放了像2胎3胎但是呢除非呢是肯这个狠下决心有更进一步的这种针对年轻人的减轻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否则呢我认为只是凭空的这种一些口号的号召和这个少数的这种补贴呢，它是没有办法来改变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从2020年到2022年这种持续走低的这种生育率我们就可以看见一般人口呢减少带来的影响呢也是逐渐的开始显现比方说今年初呢很多地方的幼儿园就遭遇了这种招生荒，曾经爆满的这种妇产科的这种病床现在也是很少的人。那么未来缺少劳动力呢已经成为应该讲是板上钉钉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人呢是一国之本，我认为呢如果想要减缓中国的人口减少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呢，需要国家更多的投入来帮忙呢降低这个生育成本，那这样子的话减轻大家的负担。如果这样做的话呢，虽然不一定能够阻止人口继续下降，但是可以呢让人口下降的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快，让市场呢慢慢的能够来适应能够来转型。所以呢讲到这个年轻人变少那就是一定会有这个老龄化。那么作为21世纪应该讲是最重要的社会趋势之一。那么怎么样来应对呢？老龄化已经是我们这个整个国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了。中国呢有这个专家叫任泽平他这个团队呢是在中国老龄化研究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就说预测呢就是再过10年，中国呢会有20%的这个人口呢是老龄化，那么之后呢并且会持续的这样的来升高那么到2060年的时候呢就是35%的人就是说3个人里面就有1个呢是老人。在这个时候的话，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压力呢可以讲就是非常非常之大。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整个养老金的体系呢也会应该讲是苦不堪言。我们之后呢也会专门开一期视频呢来介绍这个就是养老金整个体系不可维持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中国的这种人口走向啊，将会对房市呢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前面分析了，就是说这个中国的人口是将来呢是在逐渐的下降的。那么下降的时候呢，就是整个国家的这个大的趋势啊，房地产市场呢是有可能是就是慢慢的价格会下跌的。但是呢，它会影响不同的地方。就比方说哈，这个超一线的城市，像深圳啊、广州啊、北京啊、上海啊这几个城市，它有可能呢，这个未来的10年、20年，它还维持它的价格啊，甚至有些地方局部的地方可能价格还有所上升。但是呢，长远来讲，就是超一线的城市也会受到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房价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举个例子，比方说日本过去的30年，它从应该是8、9年左右达到高峰啊，然后后面的30几年，整个国家的这个房价是可以讲是停止和降低的。那这样的话，几个大的城市呢，就是它没有什么明显的增长，有些期间呢也在下跌，而像那些这个3线呀、农村的地方呢，就是它的房价呢就有可能跌得很厉害。所以中国呢，我认为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就是说从现在到未来啊，在这种3线、4线、5线的这些地方，随着人口的减少，房价呢会跌得更快，跌得更早。如果从全球的这个视野来看的话啊，因为中国的房价呢是过去的30年涨了很多啊，而未来呢，从人口慢慢的减少，那这样的话，房价呢有可能是就是不增长，或者是缓慢增长，或者是呢价格降低啊。所以如果要从全球的视野角度来讲，可能是应该把比方说特别贵的城市啊，北上广深啊房子卖掉，然后呢有可能可以把它投到一个人口在增长的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我们自住的这个房子啊，这个中国人呢有的时候有一种情节啊，好像是我住着我自己的房子呢，有一种安全感啊，所以有可能是说我自住的房子，我反正是还拥有它，但是其他投资的房产的话，我的建议呢，可能是应该变现，应该做别的这个投资的安排。就是如果现在没有房子哈，比方说你亲戚朋友啊筹很多的头款啊，再去银行贷款啊等等啊，我个人不怎么看好啊，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策略，因为以前去借钱然后加杠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房价涨的时候，就是你赚很多钱，反过来如果是房价不涨，甚至房价下跌的时候，你加了杠杆，会把你的损失呢更加扩大，所以我不认为未来这是一个好的策略。租房呢，对我们华人来讲，就是有的时候觉得不可忍受哈，甚至你租房的话，可能娶不到媳妇哈，所以呢，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但是呢，我们从这个财富啊、资产啊这个角度来讲，租房子也不见得一个不好的选择啊，它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从财富的角度来讲，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就像刚才讲的，年轻人啊等等啊，你首先都有老婆，都有孩子嘛，这样子，所以这个呢要因人而异。但是呢，事实上就是西方的话，有很多人他觉得租房子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租房子呢，就比方说你可以把资金呢做其他的用途。另外一个，租房子的话，你如果要换房子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的成本啊，没有那样的束缚。过去的这5年，如果你要是看大温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房价的话，是在市中心房价的增速啊，并没有郊区，你就像 Delta 呀、像 Surrey 啊、Langley 啊这些地方，没有这地方要快啊。所以也看你如果呢，但是呢，有些人就比方说很多老外的年轻人，他宁可住在
这个很小的，比方说 Kislano 啊、Downtown 啊这些地方，他就喜欢这些地方，热爱这些地方，他也不会愿意说搬到郊区去居住啊。所以看这个每个人的想法呀、文化呀这方面也有不同啊。如果呢你比较喜欢土地，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到像郊区啊这些地方去买一块带地的房子，然后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您个人更喜欢生活在郊区？我呢是一个是我是喜欢带地的房子，因为对我个人来讲，住在公寓里面，因为有上下楼啊、左右啊、邻居啊，有时候会受到很多的束缚就是没有那么自由。我比较喜欢自由所以呢，我喜欢有地的房子。所以如果同样的预算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就是能够，比方说在郊区但是呢，去上班也能够，就是说可以半个小时45分钟可以开车到上班的地方，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当然最好呢就是你自己努力一点嘛，多赚一点钱嘛，然后就是两个兼顾嘛，对吧？最好是在市中心，你还能够买到大的房子，买到有地的房子。是。